来的出生的人是没有机会成立software company。1957年也太晚了所以你看看这些人，Bill Gates 1954年Paul Allen 1953年然后这 Scott Malines 1954年，是吧？就是圣迈克尔不是53就是54，那个 Steve Ballmer 这个1955年，就是全部是那几年，因为再后来就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也是我们每天刚一直谈一定有你的 core competency， 也就等于是说，所有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刚刚你也提到说80%用在你的 core， 20%要往旁边走，这其实是生物界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你如果去喜欢种花种菜的，你看看，你种一个种子的时候，它一开始一直往下面扎根，扎了根以后，它很快就往旁边去，把那个枝枝就往旁边就把它固定住，要不然一吹就倒。所以它就是 cross 有大概20% 的机会。我想我们谈了很多事情都是跟自然界是很相像的。那现在很快有几个问题，我想先问一下，就是头一个就是说那个Roman， 你在看的是说，假如说你看不清楚未来的话，是不是会蛮可怕的？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刚好相反，看不到未来才是可爱的地方。看到未来因为我们每个人看到未来，其实是很可悲的事情。我想各位几位这个学长刚刚讲到很多事情其实我相信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对自己的 confidence 很高，而不是因为看到未来，就是这个东西 you really like it。这个，所以我觉得看不到才会有这个有机会大家都看得到同样的事情，这个机会是比较小。但是同样的，这个东西大的 trend 是可以看得到。我刚刚讲的东西，并不是代表说大的 trend 在那，我们不要 follow 大的 trend。trend 是很清楚，其实大的 trend 这个世界是，比方说世界是往中国移动，这个 trend 是很清楚。这个 trend 是这个 trend 大家看到，或者往生物、医疗或者能源方面这个方面移动，这个 trend 是很清楚。我刚刚讲的是你没有办法做 copycat。OK， 你一定要有某种方式，一个是你的 core strength 要能够 align 这个 trend， 第二个是你的 training 要能够 ready， 然后这个你的 business model 或者你的 technology 必须 innovative。你如果说你的 technology 上面是 copycat， 但是你的 business model 一定要新。Okay， 所以基本上 trend 还是可以抓得到。Okay， 我并不是说我刚刚讲的意思，我可能要修正一下。我并不是说这个 trend 你要 against 这个 trend。Okay， 大的 trend 要顺势而为，Okay， 还是不能逆势操作，势还是在那里。但是你在这个大势下面，你有时候 try to calculate too much。Okay， 你常有每件事情你都要精打细算 ，too analytical。Okay，sometimes not good。要很多时候要 take a risk。如果你每件事情 too analytical， 每件事情都有 risk， 结果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Okay， 所以你大的 trend 看清楚，然后要相信你的 gut， 这是我刚刚的意思。另外还有一本书也还不错的就是最近也蛮 popular， 就叫做 Black Swan 这是一个 Nassim Taleb 写的，是一个 Chicago 的 trader， 是 professor。这本其实很简单讲两句，就是基本上欧洲有句话就叫是 This is Black Swan，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看那个演天鹅湖什么都是白天鹅在跳，哪有黑天鹅在跳，所以不可能有黑天鹅。一直等到他们到了澳洲以后，哎呦，还真有黑天鹅。所以只要一件事情，所有不可能的事情就通通被推翻。因此很多事情你能够预测的话，就不是叫做可以预测所以这个时候刚刚回到我们谈了很多事情，因此我个人有感觉，就是说很多这是 Braxton 上写的，我个人深觉很多事情是有心插花花不开，无心自有的成因。比如说呢，盘尼西林并不是故意去找盘尼西林，是不是？比如说 3M 做那个 Yellow Sticker。老是失败，怎么粘不起来？奇怪可以做别的用我们接着写这个 vocal 这样的东西，很多都是这种情况因此呢，就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有10000小时的训练当机会来的时候，你看到了，你就 make things happen， 因为你很快了，你就 ready。你是有8000小时，你看到机会了，但是你没有 ready， 蛮痛苦的，就是他走掉了。那你是6000小时吧，你也蛮 happy， 因为你没看到，他走了也不知道，这也是很好就是不知道花太多，不知道走掉了，这是很好。我们下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那个 comment 刚才的，同意若文刚刚讲说，
很多事情人云亦云是非常危险的啊。其实我们半导体这行，大家知道，我们第一季是非常惨的。第一季现在台积电那边报告说，差不多35%是使用率。其实一般的防水公司都是这个样子，30%到35%，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厂是空的。上第一个 quarter， 为什么这个情形？人云亦云，这太危险了。就大家都觉得经济不好 ，consumer 不愿意花钱，大家的 panic 一下 panic， 你会发现这个 amazing 这些做 planning 的这些人啊，或 Wall Street 这些人，他根本就是没有真正用 analytical 方法去分析这个事实。那世界上的 market 里面还是在那里，只是跌了20%，并没有跌50%或跌75%，但是马上不 order 东西了，所有东西 order stop， 所以就变成 panic 现象，所以第一季整个生意大跌下去，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清华这个我们都是高等教育的人，我们靠我们的自己的理性去分析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 overlap， 然后我们不会做人云亦云的事情。这个非常好。这我就记得很多人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出生呢，在74年的时候，在美国就是有那个石油荒，记不记得那个阿拉伯国家禁运的时候，基本上你说有人车子加满油，有人车子快空，说应该是差不多 half tank， 对不对 ？Average speaking。可是那时候我们家有机会一定把它加得满满的，所以果然油荒就出来了，因为那个油通跑到我们每个人的 tank 里面去了。现有的问题就是说，那个副团还有问你们两个谈一下，当我们做到所谓说是把这个IT 跟 healthcare 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 security issue 怎么样 ？privacy issue 怎么解决？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 healthcare 确实跟这个 semiconductor 或者其他 industry 非常不一样，这个是一个 highly regulated industry， 就是在美国已经有很多这种 existing 的 regulation， 就是去这个 protect 这个 patient 的这个 privacy 也好，或者是这个对这个整个 healthcare provider 的这个 regulate， 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 regulation， 所以你在想这个 healthcare IT 的 solutions， 你一定要就是 get the right expert， you need to talk to people who really know this area.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dangerous for IT people to jump into this area. You need to partner with people who really understand how healthcare is delivered, how insurance work, how all these things is regulated by the FDA. So you really need to partner with people who understand all these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be successful. I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to make a comment. 实际上这个基本点就是一个风险控制。那么我想看几个比较走过来或者比较成功的公司的话呢，大家会心里更有些更踏实一点吧。从国内来看，大陆的有几个 venture 投的公司吧，包括什么光是 venture 投的公司，他们的好处就是说，它是先走一条这个所谓这个高端路线，实际上是一种探索，它不需要非要靠一个这个 insurance 或者某一个政府线太重的来管辖不到的地方，先从那边开始，他先积累一些经验，这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那么他马上可以走高端的，他这个 profit 各方面能够保证，而且影响的因素，其他方面影响因素会相对少很多，积累一些这样的这个能耗，然后再往前走，再扩大化，再大众化。在南加州正好是我看到的情况是说，他们已经在和这个华盛顿 DC 的这个政策制定者里头已经做了很多方面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我刚才介绍我5月中那会议上就是这样，DC 的这个政府的官员，包括这个联合国的官员都过来一起来介绍全球这个 healthcare 怎么配合这个产业来发展。这个事情是不是说光是一个 businessman 在考虑的问题了，已经上升到政府官员这样一层次。特别是过去的12个月，这方面的这个兴趣点越来越热闹，很多人来参与。
特别是说到美